师尊明明拥有无数正道功法，可在拜师当天却偏偏给了我一本双修法诀。在众人眼中，她是高高在上的冷艳仙子，而我则是刚刚修炼的6岁稚童。本以为自己只是被师尊看中了修炼天赋，可在得知整个师门仅有我和师尊修炼这本双修功法后，我瞬间不淡定了。就在前几天，家族1年1度测灵脉的日子开始了。叶家家主叶苍明端坐主位，两侧分坐着叶家的9位长老。此刻众人也都脸上带着期待，也不知道今年的这些娃娃能有几个灵脉品阶不错的。几位叶家长老谈笑间，圆台上的测试也在继续。叶雪，黄阶上品。主持人的声音猛地拔高，透着一股子压不住的惊喜。话音刚落，整个广场嗡的一声瞬间炸开了锅。什么黄阶上品？我们叶家今年运气不错啊，看样子又要出一位长老级的人物了。高台之上，家主叶苍明和9位长老抚掌大笑，满脸的欣慰。在一片羡慕嫉妒的目光中，一个身穿白裙的少女像一只骄傲的孔雀，款款走下测试台。就在这时，主持人的声音再次响起，不带丝毫波澜。下一个叶晨，晨儿，去吧，别怕。母亲林婉清温柔地拍了拍我的手，我用力点点头，深吸一口气，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，登上了那座决定命运的圆台。我刚站稳，台下立刻响起了毫不掩饰的议论声。叶晨，哪个旁支的孩子，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还能有谁？二少爷在外面跟那个妾室生的呗，原来是个庶子啊。那没事了，这些话像一根根针，扎得我心里生疼。可我只是面无表情地站着，从小到大，这种话我听的耳朵都快起茧子了。手放上来，放松。主持人公式化地说道。我一言照做，当手掌贴上冰冷石碑的瞬间，那股熟悉的紧张感反而消失了。紧接着，一股暖流从石碑涌入我的四肢百骸，然后奇迹发生了，石碑上的光芒像是被点燃的引线，疯了一样向上猛冲。1、2、3、7道，整整7道璀璨的光芒冲天而起，将整个广场照得亮如白昼。轰！一声巨响，高台之上的家主叶苍明竟激动的一掌将身下的檀木椅拍得粉碎，猛地站了起来，脸上写满了前所未有的震惊。整个广场也在死寂了1秒后彻底沸腾。七道光芒，地阶下品，是地阶下品灵脉。天啊，我没看错吧？绝世奇才，我们叶家要出真龙了！台上主持人更是眼珠子都快瞪出来，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，完全忘了自己该干什么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灌注着灵力的暴喝声如惊雷般炸响，瞬间压下了全场喧哗。隐卫何在？立刻封锁全场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是家主叶苍明的声音。转眼间，一道道黑袍身影凭空出现，将整片广场围得水泄不通。我只觉得眼前一花，那个名义上是我爷爷的男人，已经瞬移般出现在我面前。他目光灼灼地盯着我，眼神里是狂喜，是震撼，还有一丝让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。说实话，被他这么盯着，我浑身都不自在。毕竟从小到大，我见他的次数，一个巴掌都数得过来。同时，我心里也冒出一个念头：地阶下品好像还不是我的极限。然而，不等我细想，几位家族长老已经嗖飞落到我身边，一个个脸上笑得跟花一样，嘘寒问暖，那态度比对我亲爷爷还亲。可家主叶苍明的狂喜只持续了片刻，眉头就紧紧锁了起来。他心里明镜似的，我身怀地阶灵脉的消息根本瞒不住，一旦被青阳城另外3大家族知道，他们绝对不会为叶家高兴，只会感到恐惧。一个未来的绝顶强者，足以打破青阳城的平衡。为了自保，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把我扼杀在摇篮里。想到这里，叶苍明眼中闪过一抹狠厉，他猛地转身，对着众长老一声断喝，点齐家中所有灵气丹药，随我即刻前往秦家。长老们全都懵了，家主，这是为何？叶苍明扫视众人，声音冰冷：你们以为王家和李家那2个老狐狸会眼睁睁看着我叶家出龙吗？众人脸色齐刷刷一变，瞬间懂了。那我们去秦家时，一位长老急忙追问。叶苍明脸上忽然浮现出一丝高深莫测的笑容，掷地有声地吐出2个字：提亲。就这样，半个时辰后，家主叶苍明亲自带队，加上9位家族长老，一行人骑着高头大马，浩浩荡荡地冲向慕容府。我们的坐骑速度极快，没多久便抵达了气派的慕容府。很快，秦家家主慕容雄带着一众高层快步走出，老远就拱手大笑，哈哈哈！叶兄大驾光临，真是稀客啊！秦家大厅内气氛有些诡异，家主慕容雄的目光在我身上扫来扫去，终于还是忍不住了：叶兄，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不妨直说。叶苍明却笑着摆了摆手：秦兄莫急，还是让我来说吧。他把我拉到身前，朗声道：秦兄，今日是我叶家测灵脉之日，承蒙上天眷顾，让我叶家出了一个绝世奇才，便是我这孙儿叶晨。慕容雄心里冷笑一声，搞了半天是来炫耀的。他皮笑肉不笑的配合道：那不知无双贤侄是何等品阶的灵脉，竟让叶兄如此兴师动众。叶苍明微微一笑，语气平淡，却字字如雷：地阶下品。什么？慕容家主慕容雄猛地站起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大厅里所有秦家人都惊呆了，鸦雀无声。哈哈哈！好啊！爷爷叶苍明见状，放声大笑：秦兄，我今日前来是为我这孙儿向你秦家提亲，与你的孙女慕容雪定下婚约。慕容雄是个人精，震惊过后立刻就想通了其中关窍。叶家出了天台，也成了众矢之的，这是来拉他秦家入府结成联盟啊！他看了一眼面无表情的我，又看了看一脸诚恳的叶苍明，心思极准，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，也是一个巨大的风险。叶兄，此事事关重大，我懂。爷爷直接打断他：只要秦兄点头，我叶家愿以城东3间最赚钱的商铺作为聘礼。慕容雄瞳孔一缩，这可是下了血本。他半开玩笑的试探道：叶兄，不是我信不过你，只是我那孙女若雪当年测出5道光芒，已是黄阶上品，可把我激动坏了。这地阶下品到底是何等风光，我还真没见过。这是要亲眼验货。爷爷不仅没生气，反而笑了：好说，无双，让你慕容爷爷开开眼界。很快，一块测试灵碑被抬了上来，我走上前，熟练的把手放了上去。
哗，7道刺眼的光芒再次冲天而起，将整个大厅照得如同白昼。好好好，慕容雄连说3个好字，脸上笑开了花。叶兄有如此麒麟孙，我秦家怎能不攀这门亲事？我答应了。我安静地坐在一旁，心里毫无波澜。联姻可以，在这个强者为尊的世界，弱小就是原罪。为了活下去，为了保护在乎的人，适当的妥协和利用规则是生存的第一法则。很快婚约签下，爷爷立刻切入正题。秦兄，如今我们是亲家王李两家狼子野心，为保无双安全，我打算即刻带他前往玄天学府拜师天阳镜巨擘。玄天学府，慕容雄再度震惊，随即大喜，妙啊，有天阳镜强者做靠山，谁还敢动无双？我明白了，叶兄，我秦家与你同去。老二、老三，你们留守，其他人随我护送无双前往王都。就这样，一支由2大家主和10几位长老组成的护送天团，浩浩荡荡地冲出了青阳城。然而我们刚出城没多久，就被人拦住了。小土坡上，王李两家的家主带着人马，脸色阴沉地看着我们。叶苍明，你这老狐狸，动作够快的啊！王家家主皮笑肉不笑地说道。爷爷冷笑一声，怎么想在这里动手？你们可以试试。对峙片刻，看着我们这边明显更强的阵容，王李两家最终还是咬着牙让开了路。我们走。当天晚上，一则消息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玄天谷。青阳城叶家出了一个地阶下品灵脉的绝世天才叶晨，一时间天下震动，无数势力闻风而动。我们在一座小城落脚时，探子带回来的消息让爷爷脸色铁青，于是爷爷带着我彻夜狂奔，直到第2天清晨，才在一座城池前停下。进城前，他放生了跟了他多年的火狮马，然后给我换上了一身女童的裙子。我张了张嘴，看着镜子里那个粉雕玉琢的小姑娘，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。行吧，活着最重要。就这样，我们一路乔装打扮，躲避着无处不在的追查，甚至听说有天阳境强者亲临青阳城要收我为徒，结果扑了个空。1个多月后，一座宏伟到无法形容的巨城终于出现在我们眼前。玄天王都到了，我们直奔玄天学府，却被守卫拦在了门外。招生期过，明年再来。爷爷叹了口气，知道按规矩是进不去了。下一秒，他深吸一口气，鼓动全身所剩不多的灵力，声如洪钟，朝着学院深处猛然一喝：青阳城叶家叶晨前来拜师。声音如平地惊雷，传遍四方。你找死！守卫正要发怒，嗡嗡嗡！突然，学院深处6道贯穿天地的恐怖气息冲天而起，化作6道流光，眨眼间便出现在我们上空。哈哈哈！我的好徒儿，为师可算等到你了。老匹夫，抢徒弟抢到我面前来了。6位天阳境强者竟然都是为我而来，周围看热闹的人群瞬间炸锅，飞天遁地。6位天阳境巨擘啊！那个小孩是谁？叶晨，就是那个地阶灵脉的天才。6位强者落地，目光灼热地盯着我，争着要收我为徒。就在他们快要吵起来的时候，一阵清风拂过，一个白裙胜雪的女子，不知何时已经静静地站在了我面前。她一出现，整个世界都仿佛安静，连那6位天阳境强者都齐齐躬身行礼，见过前辈。女子那双纯净如秋水的眼眸落在我身上，声音清冷如泉水叮咚。你要测试灵脉？我呆呆地点头。她素手一挥，一块测试灵碑凭空出现，我下意识的第3次把手放了上去。嗡嗡嗡嗡，10杯剧烈的震颤起来，光芒再次爆发，1道、2道、7道，光芒竟然没有停在第7道、8道、9道、10道、11道、12道，足足12道璀璨夺目的光柱，仿佛要将天空都捅出一个窟窿，全场死寂。下一秒，山呼海啸般的惊呼声彻底爆发，12道光是12道光啊！天阶上品，是传说中的天阶上品灵脉。我看着那12道刺眼的光芒，也彻底懵了。天阶上品，我竟然是天阶上品！现场瞬间炸开了锅，无数人都要被震得发狂的。天阶上品灵脉，这可是放眼整个大陆都凤毛麟角的最顶尖天才啊！居然在我们这个小小的玄天国出现了。那一刻，我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像是在做梦，甚至许多人都在怀疑是不是测试灵碑出了问题。紧接着，那6位天阳境强者再也顾不上白衣女子的身份，迅速将我围了上来。他们目光灼热的快要发红，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件稀世珍宝，无人还能保持镇定。快换个灵碑，再测试一下！有人焦急地催促道。我整个人还愣在原地，心里同样是惊涛骇浪。之前在青阳城测了2次，明明都是地阶下品灵脉，怎么一到王都就摇身一变成了天阶上品灵脉呢？就在这时，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，我知道了。众人连忙看去，竟然是我爷爷叶苍明。无数道灼热且不解的目光瞬间落在了他身上。只见爷爷压力倍增，但还是强自镇定，面色有些尴尬地解释道：我们青阳城炼器造诣最高的那位只是3星炼器师，所以我们青阳城的测试灵碑应当都是残次品，最高只能测出地阶下品灵脉。他顿了顿，继续说：这件事以前我是知道，不过以往青阳城能出一位玄阶下品灵脉资质都十分困难，这种残次品测试灵碑也足够使用。渐渐的，这件事也就被淡忘了。原来如此，众人恍然大悟，我也解开了心中的一个疑惑。怪不得前2次测试的时候，总有一种力量没有完全使出来的感觉。不过还是有位天阳境强者不放心，取出了一个新的测试灵碑，想让我再测试一遍。但他刚要递给我，却在下一秒猛地停止了动作，因为那位白衣女子动了。她来到我面前，微微俯身，牵住了我的手腕。我能从她的眼神中看出些许惊讶，但更多的却是疑惑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位绝对是个超级大佬，连天阳境强者都要对他恭敬行礼。面对天阶上品灵脉，依旧能平静如水。手腕被他牵住，温润如玉的触感传来，我没有反抗，任由一道温和的灵力顺着我的手心进入体内，开始四处游走探查。我静静地看着他精致的
的容颜，因为离得太近，几缕秀发甚至垂落在我的眼前，一股淡淡的清香传来，然后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眼神中的疑惑渐渐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无法掩饰的震惊之色布满了整个眼眸。这种神情和他清冷如仙的气质放在一起，还真有种奇妙的反差感。他从我身体里究竟探查到了什么？我心里充满了疑惑，但没有出声询问。众人茫然地看着这一幕，那6位天阳境强者更是欲言又止。我猜他们心里都在打鼓，这位前辈不会要跟我们抢徒弟吧？果不其然，接下来的一幕让他们彻底绝望了。白衣女子轻声开口，随即又顿住，似乎在组织语言，最终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：“可愿拜我为师？”“不可，前辈岂能如此？”旁边6位天阳境强者中，立马就有人忍不住开口了。白衣女子神情平静，只是淡淡地瞥了那人一眼：“你能保住一个拥有天阶上品灵脉的天才？”那位天阳境强者瞬间哑口无言。是啊，一个拥有天阶上品灵脉的天才现世，不亚于在整个大陆扔下一颗深水炸弹。不知有多少老怪物隐士大能会闻风而动，他一个小小的天阳境算得了什么？若是有人心怀歹意，他能保得住我，只怕人家捏死他比捏死一只蚂蚁还简单。那位强者满心不甘，无欲就在眼前，自己却没有资格拥有，这滋味何其煎熬。他本想再说一句：“难道你就能保住他？”但一想到对方深不可测的实力和那个姓氏，就十分从心的选择了闭嘴，心死得更彻底了。白衣女子再次将目光投向我，我深吸一口气，不再有任何迟疑，立刻后退几步，对着他恭敬行礼：“师尊。”听到我的回答，白衣女子脸上终于浮现出一抹淡淡的微笑，那一笑仿佛周围的景色都随之明媚起来。为师名为苏清寒，这名字还真是有点仙啊。我默默点了点头，记在了心里。接着苏清寒看向我爷爷：“你是他的族中长辈？”爷爷连忙回答：“我是他爷爷。”苏清寒微微点头，屈指轻弹，一枚空间戒便轻飘飘地飞到爷爷面前。爷爷小心翼翼地接过，不自觉地将意念探入其中。下一秒，他眼眸瞬间瞪大，满脸的不可思议。我能想象到他此刻的震惊。密密麻麻的灵石堆积如山，数不清的丹药灵气静静躺在里面。爷爷在狂喜之余，心中更是无比震撼。好大的手笔！这位女子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如此庞大的资源，说赐予就赐予，简直就像是随手给的零花钱。周围人看到爷爷的表情，就知道这份见面礼有多么丰厚。别的不说，光是一枚空间戒本身就已是极为珍贵的宝物了。但此刻再没人敢有半点歪心思。没看见6位天阳境强者都对这位神秘女子恭敬有加吗？她送出去的东西，谁敢打主意？怕是嫌命长了。从今以后，这孩子就随我在玄天学府修炼了。苏清寒送出空间戒后，淡淡的说道：“爷爷自然没有任何异议，全听前辈吩咐。”今天对爷爷来说，心情可谓是大起大落，惊喜不断。先是我被确定为天阶上品灵脉，这可是祖坟冒青烟都求不来的大福缘。然后我又成功拜师一位神秘强者，往后的安全再无忧虑。毕竟这位新师尊气质超凡脱俗，实力深不可测，随手就能拿出让一个家族发展数十年的资源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明知我的天赋有多惊人，却依旧敢主动收徒。没有强大的实力和深厚的背景，怎敢如此？此刻爷爷脸上的笑容就没停过。随后苏清寒牵起我的手向玄天学府内走去，身后只留下6位天阳境强者失望的摇头叹息。然而我知道这场风波绝不会就此平息，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急速酝酿之中。就这样，我被苏清寒牵着手走在玄天学府内的道路上，表情有些不自在。说到底，我前世毕竟只是个没谈过几次恋爱的普通大学生，突然和这么一位貌若天仙的女子亲密接触，难免有些拘束。特别是苏清寒气质清冷，一路上都一言不发，让我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她走得很慢，像是在散步，也可能是因为牵着我，所以才特意放慢了步伐。我心里甚至在想，为什么不带着我直接飞呢？不过这个女人有点仙，我看不透。玄天学府内部很大，我们走了许久，才来到一处林木环绕的矮山脚下。进入树林，面前的空气突然出现一道波澜，宛若平静湖面上泛起的一缕涟漪。师尊，这时我抬头好奇地问：“这是为师布置的一道幻阵，用来遮掩住处，防止外人打扰。”苏清寒耐心地解释道。我点了点头，听到他自称为师，总感觉有点不适应。穿过幻阵，一间雅致的木屋出现在我的视野中，想来这就是苏清寒的潜修之地了。我们进入木屋，里面陈设简洁，只有一张床、一套桌椅和几个蒲团。我们在蒲团上相对而坐。关于你的天赋，为师需要告诉你一些真实情况。坐下之后，苏清寒率先开口了，我立马坐直了身体。这正是我最关心，也是最疑惑的地方。他缓缓开口说道：“你应该知道，灵脉资质分为天、地、玄、黄4阶，每阶又分上中下3品。但是对于一个人而言，天资其实是有上限的。天阶灵脉就是一个门槛，资质能够跨过这个门槛的人，往往有着异于常人之处，与生俱来拥有着某种特殊的天赋，也可称他们拥有着某种特殊的体质，比如水灵之体、风雷玄体等。”我点了点头，表示明白。所以师尊是看我天资太高，觉得我有某种特殊的体质。苏清寒微微颔首，没错，所以我刚才探查了一番，想看看你是什么体质，结果远远出乎我的意料。我顿时好奇起来，追问道：“我的体质很强大，看他刚才那副震惊的样子，总不可能我的体质很弱吧？”“没错，你的体质十分强大。”苏清寒肯定地说道。“那我的体质叫什么名字？有什么特殊能力？”我有些欣喜地追问。苏清寒并没有直接回答，反而继续科普起来。特殊体质虽然在某一地、某一时代十分罕见，但天前大陆浩瀚无垠，历史更是古老无比。漫长的岁月长河下来，特殊体质的种类多如繁星。在众多的特殊体质中，有几种体质最为强大，甚至超出了天阶灵脉的范畴，世人称之为10大圣体。当然，10是一个虚数，到底有几种
圣体早已不可考量。说到这里，苏清寒顿了一下，然后认真的看着我说道：“但是你的体质，我却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”他纯净如出生的婴儿，像一张白纸，似乎没有任何特殊的能力，又像是拥有包容万象之力。你在这张纸上做什么画，他便拥有什么样的能力。而且我可以肯定的是，你的灵脉资质绝对不止天阶上品，甚至比圣体还要强大。他凝视着我，一字一句的说道：“若是真的让我形容，我倒是觉得有一个词比较合适，那就是天赐神体。这简直太燃了！”我的心瞬间火热起来，激动的无以复加。谁不希望自己是特殊的，是天命所归的主角？更何况我还是个穿越者。兴奋了好一会儿，我的心情才逐渐平复下来。我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开口问道：“师尊，你是怎么确定我的体质比10大圣体还要厉害？难道你见过某种圣体吗？”苏清寒表情平静，淡淡的说道：“因为我的体质就是10大圣体之一的仙灵圣体。”他的语气平静无波，仿佛在陈述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我瞬间倒吸一口凉气，不是说圣体亘古罕见吗？怎么下一秒就出现在我眼前了？我这位师尊妥妥拿的是大女主剧本啊，怪不得敢收我为徒。我真的很想问问他到底多大，但是我不敢。苏清寒似乎不知道我心中所想，解释完体质的事情之后，便轻轻一挥手，两枚被光芒包裹着的玉简浮现在我们之间的半空中。这里有2门功法，需要你自己选择。我瞬间坐直了身体。我当然知道，功法是踏上武道之路的第一步，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。一本高阶功法足以让修炼事半功倍，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宝贝。不过对真正的天台来说，功法品阶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要符合自己的体质，才能发挥出1+1大于2的效果。我看向面前的2枚玉简，开口道：“烦请师尊为我介绍一下这2门功法。”苏清寒微微颔首，手指轻点左边的玉简。这门功法名为12玄清诀，天阶下品，较为适合女子修炼，水木属性体质者最佳。当然你的体质包罗万象，契合性不是问题。天阶下品，听到这4个字，我心里咯噔一下。这种级别的功法，要是放在外面，绝对会掀起一场心中血雨。不过转念一想，师尊可是拥有仙灵圣体的存在，拿出天阶功法似乎也合情合理。跟他的体质比起来，天阶功法好像都有些不够看。即便如此，我还是暗自咂了咂舌。要知道，我们叶家的祖传功法也才玄阶下品，而且还是个残片，这差距简直是天壤之别。在我感慨之时，苏清寒又看向右边的玉简，神情终于不再平静，起了些许波澜。那神情有些迟疑，有些古怪，但他还是向我介绍起来。这门功法是一位圣人所创，已经超越了天阶上品的范畴。若非要以品阶形容，可称为圣阶功法。嚯，这档次一下就上来了。我立刻认真聆听，就听苏清寒语气飞快地说道：“这门功法名为混沌阴阳诀，玄妙无比，对修炼的裨益，放眼整个大陆都是独一档的存在。但它是一门双修功法。”我眼睛蓦然睁大，嘴巴一张一合，整个人都懵了。这画风怎么突然就不正经起来了？苏清寒的表情依旧平静，气质淡然，但只要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他的神情有些许不自然。很显然，介绍这种功法，就算是清冷如他，也难免有些窘迫。于是我立马虚心请教：“师尊，以您的见识来看，我选择哪本功法比较合适？”苏清寒也只在那一瞬间有些不自然，心静如水的他很快恢复正常，面对我的问题并不避讳，自然是混沌阴阳诀。在修炼效果上，它是12玄清诀的数倍不止。何况你的体质特殊，修炼这种本就没什么限制的功法，契合度极高，似乎是怕我误会什么。他还特意解释了一下：孤阴不生，孤阳不长，阴阳相合本就符合天道，是世间运转的基本法则之一，并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。我立马做出明白了的样子，重重点头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选这本混沌阴阳诀了。说实话，我心底本来还有些许抵触，但经过师尊这么一解释，瞬间就化作了莫名的兴奋。我脑子里甚至已经开始胡思乱想，从今以后，我就是合欢宗的开山大弟子了。苏清寒微微颔首，似乎对我的选择并不意外，心中更是不知为何，悄然松了一口气，紧接着叮嘱道：“有一件事你须谨记，未达天阳境前，不可泄露元阳。”我的表情一点点凝固，开什么玩笑？这不折磨人吗？我修炼的可是双修功法。就在我内心抓狂时，苏清寒的嘴角竟浮现一抹微不可察的笑容。天阳境共分3重，分别凝练天地人3花。第一重凝练人花，则是炼精化气，泄露元阳之后难度倍增。虽然于你而言没有什么难度，但是在修炼的黄金时期，还是不要耽误的好。再者，苏清寒语气一顿，认真的看着我。功法于武者而言，只是工具，阴阳相合，也不意味着沉沦欲望，这一点你要明白，并牢牢秉持本心。我脸色一正，知道师尊都是为我好，认真地点了点头。弟子明白，可我心底依旧在鬼哭狼嚎。天阳境了，那得修炼到猴年马月去。苏清寒欣慰的颔首，我抓住机会继续问道：师尊，既然已经说到了圣人，那圣人到底是什么境界？天阳境之后的境界又是怎么划分的？青阳城不过是个偏僻小城，就算放眼整个玄天国，也不过是弹丸之地。对于这些修炼上的知识，我真的十分匮乏。苏清寒继续耐心地为我解释，我感觉他今天说的话比过去几年加起来都多。目前已知的武者共分为11个境界，人道4境：断体、开脉、聚灵、轮海。3天之境：天阳、天元、天门。再往后为破虚、领域、涅槃。度过涅槃9劫，掌握法则之后，即为圣人。如今的天前大陆已经数万年没有出过圣人，不说圣人，哪怕是涅槃境强者，都已踪迹难寻。我不禁在心中感叹，掌握法则，那真的还能算是人吗？我实在难以想象圣人究竟是何等的强大，难道真的能言出法随？这种 bug 级的强者，每一位都是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浪花，足以闪耀万代。
师尊，天阳境强者寿命真的有1000年吗？我继续追问。当然，苏清寒点了点头。天阳境每凝练出一朵花，即可增寿300年。3天之境的强者，极限寿命为3000年，或虚境为6000年，领域境为9000年，涅槃境为3万年。至于圣人的极限寿命，我亦不清楚，只从各种古籍传闻中可以模糊推断出，大概为10万年。卧槽，这下我是真的惊呆了，这一个个简直都是老妖怪了，比我前世蓝星的人类文明史还要长。一瞬间，我心头一片火热，怪不得人人都想变强，除了权势、地位，长久的寿命才是所有人真正渴望的东西。但同时，我也变得谨慎起来，以此判断，这个大陆上还不知道有多少活了不知多少年的老怪物。当然，极限寿命终究是理论上的，实际上能活到一半的武者都少之又少，就像普通人理论上能活100多岁，可50、60岁时身体就已经老态龙钟了。师尊，你现在是什么境界？天门境。师尊，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。问吧。你修炼的功法是12玄清诀吗？话音未落，苏清寒的身影便消失在了原地，只留下一句清冷的话语：天色已晚，早些歇息吧。我最后还是没能马上睡觉，因为我还没吃饭呢。听到这话，师尊苏清寒明显愣了一下。像他这种3天之境的强者，早就已经闭谷，吃饭对他来说恐怕是件相当遥远的事。不过他很快就有了动作，只见苏清寒来到屋外，素手轻轻一挥，地上的石块便自动聚拢叠好，一个灶台就这么凭空出现。紧接着，旁边的树木连根拔起，自动剥皮分裂。一眨眼的功夫，一个和我师尊住的那个一模一样的木屋就建好了。看来以后我就住在这里了。剩下的边角料则被他做成了2副碗筷，整个过程行云流水，就像开了8倍速一样。等我跟着出来的时候，师尊已经从他的空间戒指里取出了锅具，还有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瘦肉和蔬菜。点燃木柴，居然开始做饭了。我心里那叫一个诧异，没想到仙子般的师尊居然还会做饭。看着眼前这一幕，气质清冷超然的苏清寒，此刻却神情认真地为我做着饭。我的心底不禁涌起一股暖流，天空逐渐被晚霞染成昏黄，晚风轻拂，清凉又惬意。师尊和我一大一小就在院子里的石桌旁相对而坐。与此同时，遥远的玄天王宫某间密室里，昏暗的走廊内摇曳着微弱的白色烛光，如同鬼火，不知燃烧了多久。哒哒哒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死寂，一道人影穿过黑暗，来到密室门前。来人身着明黄色华丽长袍，面色威严，正是玄天国当今的王上赵瑶吉。他脸上的神情变幻不定，一会儿激动，一会儿又无比凝重。老祖，国内出了一位天阶上品灵脉的天才。赵瑶吉在门前站定，言简意赅地说道。隆隆隆，话音刚落，这道200年都未曾开启过的大门竟轰然打开，2道金光从密室内爆射而出。赵瑶吉眼前一花，下一秒，一个老者便出现在他面前，目光死死地盯着他，用沙哑的声音问道：你确定若是有其他人在场，绝对会大吃一惊？这老者赫然是800年前开创天玄国的那位赵家老祖。这个老家伙居然还活着，要知道他800年前就已是天阳境的强者，怎么可能再活800年？答案只有一个，他已然晋升天元境。可即便如此，这位天元境强者的脸上也写满了这怎么可能的震惊。赵瑶吉重重点头，在玄天学府门口，众目睽睽，6位天阳境亲眼见证，绝不会有假。赵家老祖沉默了良久之后，他突然癫狂地放声大笑，哈哈哈哈！好啊！赵瑶吉站在一旁，有些不解，这等天才固然惊世骇俗，可老祖为何如此高兴？这终归不是王室的人啊！笑了好一会儿，赵家老祖才平复下来，追问道：这位天才现在身处何处？赵瑶吉答道：此子名为叶晨，现在玄天学府已经拜师一个神秘女子。赵家老祖眉头一挑，神秘女子？玄天学府何时出了这等人物，敢收天阶上品灵脉的天才为徒？他不是玄天学府的人。赵瑶吉解释道：据说是上官院长的好友，6年前随其一同返回，在学院内潜修，只知其名为苏清寒，境界背景一概不知。苏清寒，姓骆。赵家老祖陷入沉思，像是在回忆什么。突然，他身体一震，眼中浮现出难以言喻的惊恐，似乎想到了某个强大的氏族。赵家老祖深吸一口气，说道：不管如何，天阶上品的天才绝不是我们可以染指的。赵瑶吉赞同地点了点头。不过，赵家老祖话锋一转，已在王室的适龄女子中挑选一位天资最高的，去和叶晨的父母商量，看是否愿意联姻，哪怕是嫁过去为妾也无妨。记住，万万不可以施压人，务必向其展现我王室最大的善意。赵瑶吉顿时兴奋起来，这正合他意。老祖放心，我一定办妥此事。夜空繁星点点，我吃完饭后走进了师尊为我新建的木屋。新房子应该不会有甲醛吧？我摇了摇头，把这荒诞的想法甩出脑海。木屋的样式和师尊那间一模一样，中间放着一个拳头大小的珠子照明，光线明亮又温和。2间木屋挨得极近，中间就隔着2层木板，什么动静估计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可奇怪的是，我一点声音都没从师尊那边听到。天门境强者走路都这么悄无声息的吗？我不再胡思乱想，赶紧上床盘膝坐好，心情激动的不行，终于可以修炼了。这对一个从蓝星穿越而来的人来说，诱惑力实在太大了。我闭上双眼，静心凝神，开始感知天地间的灵气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这可能需要1炷香甚至1个时辰，但对我而言，简直就跟喝水一样简单。几乎是瞬间，天地间的灵气仿佛受到了召唤，争先恐后的朝我体内涌来。我连忙运转师尊传我的混沌阴阳诀，引导并吸收这些灵气。轰！就在这时，我的脑海仿佛遭受重击，意识瞬间陷入一片混沌黑暗。突然，一道明黄色的光芒撕裂黑暗，从天而降，那股煌煌神威正大磅礴。我瞬间清醒过来，整个人激动到无以复加，心底在疯狂咆哮：是他，就是他！6年前，就是这道明亮温暖的光芒。我携着我
我的灵魂，让我投胎至此。现在他又出现了，就在我被那道光芒震撼时，一墙之隔的木屋里，我的师尊苏清寒也同样心绪不宁。他虽在床榻上闭目盘膝，神色清冷，仙气渺渺，似是在认真修炼，但他那光滑白皙的柳眉却微微皱起，显示出他的内心并不平静，思绪早已飘远，回到多年前，一座雄伟灵秀的山峰之巅，一个风神俊朗、气度翩翩的男子负手而立，他身旁的女子气质清冷，正是苏清寒。此刻，苏清寒正皱眉看着手中的玉简，不解地问：“师尊，这是何意？”玉简里记载的正是混沌阴阳诀。男子声音传来：“你修炼太上忘情路，虽静静神速，却也让你性子愈发冷淡。太上忘情，可人真的能无情吗？为师怕你将来不是成圣，而是以身化道，所以让你转修这门功法，感悟情欲，以此锤炼心性。”男子顿了顿，又道：“昨夜天有异象，为师勘测良久，发现有一份冥冥中的牵引落在了你的身上，似是一份机缘，你可前往寻觅。”弟子明白。思绪从记忆中抽离，苏清寒的眼神有些恍惚。混沌阴阳诀，机缘，夜辰，天赐神体。这一刻，苏清寒哪里还不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？天机已现，命中注定，这个念头让他自己都觉得荒谬。他向来不信命运，可想到今天鬼使神差收下叶辰为徒，他又沉默了。或许这并非一时冲动。苏清寒脸上不由浮现一抹苦笑，罢了，一切顺其自然吧。另一边，我的思绪也逐渐从混乱中恢复，缓缓睁开了眼。等我看清周围的一切时，我的眼眸一点点睁大。这是斩神剑，我发现自己竟然漂浮在一个明晃晃的空间里，而我的面前正悬浮着一柄金黄色的长剑，剑身一面刻着日月星辰，一面刻着山川草木，还有一道龙魂虚影环绕游走。我看着眼前的剑，整个人都惊呆了，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柄剑我再熟悉不过了，这不是我小时候在地摊上花2块钱买的那个玩具小剑吗？剑身上的每一条纹路都清晰无比，我把玩了10几年，绝对不会有错。当时我还干过，滴血认主，这种荒唐事，这不会真的是什么上古神器吧？我一脸瞠目结舌，我能从剑身上感受到一股熟悉的气息，和带我穿越的那道光芒一模一样，很明显就是这柄斩神剑保护着我的灵魂来到了这个世界。我的心情瞬间从震惊转为狂喜，虽然这很离谱，但事实就是如此。我甚至怀疑我的天赐神体也是因为它。这片空间是在我脑子里还是身体里？我开始思考起来，又为什么穿越了6年，直到今天我开始修炼才见到它？这些问题没人能回答我，我只能靠自己有限的认知去瞎猜。难道是因为我体内有了灵气，才触发了什么，把我牵引到这里来的？我感觉自己的猜测非常合理，剑是用来战斗的吧？我带着疑惑伸出右手，缓缓握住了剑柄，没有任何排斥，也没有任何意向，我就这么自然地握住了它。那道龙魂虚影似乎看起来更活跃了，真的可以用。我神情一愣，旋即狂喜。握住斩神剑的瞬间，我仿佛掌握了主宰一切的权柄，感知到一股磅礴浩瀚、不可抵御的威能，感觉只要我轻轻一挥，连天都能劈开。我擦，这不是开挂吗？我该不会直接就无敌了吧？咕噜，我忍不住咽了口唾沫，嘴里还小声嘀咕着：“各位穿越者前辈，这真的不怪我啊，别人都有系统，我连个童子都没有。”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就感觉自己已经无敌了。我就这么自言自语了好一会儿，才算冷静下来。我握着斩神剑，仔细感应了一番，很快就明白了，这剑确实可以用，但似乎也和我的实力挂钩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有蓝扣蓝，没蓝扣血。我的脸色微微一变，但转念一想，又觉得这很正常。想拥有不属于自己这个等级的力量，怎么可能不付出点代价？我知道很多武者修炼的保命武技，代价可比我这个严重多了，动不动就天资尽寿元大减。更何况，就算我只是把斩神剑当普通武器来用，威力估计也远超我现在的境界，而且那是毫无副作用的。想明白这一切后，我满意地点了点头。至于这把剑还有没有别的什么秘密，凭我现在的实力也探查不了，只能等以后慢慢发掘了。我心念一动，思绪就从那片空间里退了出来。下一秒，我睁开双眼，发现自己还在木屋里，甚至还保持着盘膝而坐的修炼姿势。看来斩神剑确实在我身体里。我暗暗想着，我本来想把它取出来，在现实里好好看看，但师尊苏清寒就在隔壁，天门镜到底有多强，我完全不清楚。万一他有什么灵石之类的东西，能随时监控我的情况呢？我只好打消这个念头，收敛心神，重新静下心来修炼。刚才事发突然，没来得及仔细感受。现在静心修炼，我只感觉自己仿佛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，正在疯狂地攫取着天地间的灵气。这修炼速度简直离谱，不愧是圣阶功法。我心里暗爽，不动声色地调整了一下姿势，就是这副作用也太明显了点。我还是个6岁的孩子，爷爷叶苍明送我进了玄天学府后，并没有急着回青阳城，他在王都找了家名头最显的酒楼，高调入住。这倒不是为了显摆，纯粹是为了让走散的秦家一行人能找回来。再说，我身怀天阶上品灵脉的消息早就炸了锅，他这个当爷爷的想低调也难，盯着这边的势力太多了，全是想来攀亲戚的，见不到我这个正主，从我家里人下手总行吧。于是各方大佬踏破门槛，目的就一个联姻。爷爷哭笑不得，但也清醒得很，全都婉拒了。直到7天后，慕容雄带着人风尘仆仆地撞进了门，爷爷一看这阵仗，吓了一跳，这是怎么了？此时的慕容雄哪还有半点青阳城大佬的样子，神色萎靡，跟霜打的茄子一样。原本带出来的11个长老，现在竟然只剩下了4个，倒是我们叶家的人一个没少，只是情绪都很低落。叶家一位长老沉声解释，家主，自从那天分开后，我们前后遭遇了6波袭击，出手的人强得离谱，我们根本没法反抗。那些人冲着无双来的，没抓到人就逼问我们行踪，他们忌惮叶家，不敢下死手，但对秦家就没那么客气了。6位秦家长老要么当场没命，要么被折磨致死。爷爷沉默了，看着昔日意气风发的慕容雄，此刻像条落魄的老狗，所有的安慰都显得苍白无力。毕竟叶家毫发无损，这时候说什么都像是在说风凉话。过了许久，爷爷才郑重承诺，秦兄，这事儿因叶家而
而起，我们绝不袖手旁观。秦家之仇就是叶家之仇。慕容雄木然地点点头。紧接着，叶家长老忍不住问出了那个憋了一路的问题：家主，听说无双的灵脉是天阶上品，真的假的？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爷爷脸上，爷爷一点头，简单解释了几句：天佑我叶家。那长老激动的老泪纵横，这感觉就像普通人突然中了几个亿的大奖，根本控制不住。慕容雄那张惨白的脸上也终于有了点血色，屋里的丧气一扫而空。就在这时，咚咚咚的敲门声伴随着铠甲摩擦声响起，叶家主可在？声音沉稳肃穆，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。爷爷赶紧开门，门口站着个穿青色长服的中年男人，身后还跟着个闭目养神的老者。爷爷只看了一眼那老者，心里就是一哆嗦。天阳境强者，这中年人是谁？居然能让天阳境当保镖？在下赵瑶吉。中年人微微一笑，爷爷愣了一下，随即倒吸一口凉气，膝盖一软就要行礼，见过王上。玄天国国主赵瑶吉，在这个拳头就是道理的世界，王室就是最大的拳头。平时叶家在王室眼里跟蚂蚁没区别，现在国主亲自登门，爷爷心里那叫一个诚惶诚恐。虽然我现在牛逼了，但这几十年的敬畏心哪是一下子能转过来的？不必多礼。赵瑶吉笑着摆手，怎么，叶家主不请我进去坐坐？爷爷赶紧侧身，在下失礼，王上请进。屋里一帮人早吓得站直了，齐刷刷行礼。赵瑶吉倒是随和，眼神在慕容雄身上扫了一圈，心里大概有了数。一番没什么营养的客套后，赵瑶吉终于切入正题。今日前来，确实有一件小事需和叶家主商量。爷爷后背一紧，心里跟明镜似的，来了，又是联姻。我现在就是快香饽饽，谁都想咬一口。如果只是地阶灵脉，王氏还能端着点架子，但天阶上品，国主都得亲自跑一趟。王上请说。赵瑶吉笑眯眯地抛出炸弹，我有一女，今年7岁，玄阶上品灵脉，不知可有缘分，与叶家麒麟儿定下婚约。果然，爷爷面露难色。这赵瑶吉没急着逼他，反而转头看向慕容雄，一顿高帽子带过去，夸秦家有魄力，战队主。慕容雄受宠若惊，赶紧表忠心说两家世代交好。赵瑶吉听完，意味深长地笑了，我知慕容家主的孙女已经和叶家麒麟儿定下婚约，但强者3妻4妾，何其正常？叶晨日后注定名动大陆，多几个红颜知己，岂不是再正常不过？这话水平极高。对慕容雄说，别慌，我不逼你们退婚。对爷爷说，只要联姻，你孙子白捡个老婆，以后王室资源随便用。爷爷确实心动了，这可是王室啊，以前高攀不起，现在主动送上门。但他想了想，还是叹了口气，王上诚意失子，只是无双如今才6岁，我就定下这么多婚约，怕他长大后不乐意啊。爷爷苦笑一声，祭出了挡箭牌，更何况无双已经拜苏仙子为师，有些事情我这个当爷爷的还真不好做主。王上不如去和苏仙子商议一番。赵瑶吉眉头一皱，随即又舒展开，也是，要是苏清寒一句专心练武，别搞对象，谁敢顶嘴？为了不把好事办坏，赵瑶吉顺坡下驴，自当问过苏仙子的意见，是我思虑不周了，今日便不谈此事。第二天清晨，第一缕阳光像利剑一样劈开云层，玄天学府，翠竹精舍，781、782。我手里握着把木剑，机械地重复着劈砍的动作，声音嫩得发颤，胳膊酸得像是灌了铅。苏清寒就站在旁边，裙角飞扬，一脸清冷地盯着我。半个时辰前我就被他拎起来特训断体劲，说白了就是打熬筋骨。因为我有外挂剑，自然选了练剑。981、982，汗水早把衣服湿透，视线一片模糊。我现在纯粹是靠肌肉记忆在动，一点力气都没了。苏清寒的要求很简单，也很变态，1000次全力挥剑。对于一个6岁的孩子，这简直是酷刑。我死咬着牙，脑子里的弦绷得紧紧的。天赋是老天给的，但想变强，毅力才是自己的武器。坚持，一定要坚持。999、1000，挥出最后一剑的瞬间，我整个人直接断电，一头栽了下去。预想中的坚硬地面没有出现，反而撞进了一个柔软带着清香的怀抱。苏清寒接住了我，直接来了个公主抱，稳稳走向木屋。他那万年冰山的脸上终于多了一丝欣慰，看来我这个徒弟还算给他长脸。醒来的时候，我正泡在木桶里，水温滚烫，药香扑鼻。这是一桶价值连城的药浴，上百种珍稀药材，药效强的吓人。师尊给我定的计划是1天泡3次，换个人这么泡早废了。但我体质特殊，这就是纯粹的滋补，舒服的我忍不住哼唧了一声。但我一睁眼，瞬间清醒，我正四仰八叉的躺着，身上凉飕飕的。卧槽，我衣服呢？我一个机灵缩进水里，只露个脑袋，四下张望。苏清寒不在屋里，师尊，我试探着朝院外喊，何事？清冷的声音飘进来，没事。我松了口气，这种感觉居然有点像小时候午睡醒来，听到爸妈声音的那种安心感。这药浴泡着还挺舒服，我惬意的靠在桶壁上，泡完了过来吃饭。知道了，我这边正享受着，却不知道此时院子里的苏清寒正皱着眉，显然是被什么烦到了。几分钟前，竹林外，赵瑶吉看着眼前的迷阵，一脸懵逼。他好歹也是轮海境9重的高手，居然看不透这守门阵法。身后的天阳境保镖看了半天，也是直摇头，毫无头绪。门神都过不了啊！这位苏仙子果然非凡。赵瑶吉叹了口气，只能站在外面喊话：天玄王氏赵瑶吉前来拜访。竹林里传来回应：何事？连门都不让进。赵瑶吉无奈，只好隔空喊话：在下欲为小女和叶晨定下婚约，特来征求苏仙子同意。竹林里瞬间安静了，只剩下鸟叫虫鸣。赵瑶吉等啊等，等到花都谢了，里面还是没动静。他一脸茫然，这什么意思？身后的老保镖叹气，不回答就是拒绝了。赵瑶吉心态崩了，不是，为什么啊？他有什么理由拒绝我？叶家都和秦家定亲了，难道我天玄王氏还比不上区秦家？我赵瑶吉的女儿还比不上慕容雄的孙女？赵瑶吉和苏清寒聊了些什么？我完全没听见，或许是因为阵法隔绝。反正当我穿好衣服走出来时，在我看来一切风平浪静。我
我走到石桌旁坐下，端起碗筷就开始干饭。昨天修炼混沌阴阳诀，感觉如何？师尊苏清寒像是在随意闲聊，挺不错的。我一边扒饭一边含糊不清的回答。原来修炼吸纳灵气是一件很舒爽的事，我以前还在想怎么会有那么多武疯子，难道他们都是找虐？现在终于明白了，当然副作用也是有的。现在年纪小还能顶住，等以后长大了，这槽我也就在心里吐吐，没敢当面说，毕竟是双修功法。等你突破天阳境，再寻找一红颜知己，那时修炼起来才更加事半功倍。苏清寒似乎进入了科普模式，我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师尊依旧是那副平静无波的高冷模样。我沉默了2秒，乖巧点头。当然，男女双方最好资质一样，不宜差距过大，才能双方皆有裨益，否则就是一方在带着另一方修炼。这一点，你以后寻找伴侣或可考虑1、2。这话听着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？大早上的聊找对象，但对着那张冷脸，我也挑不出毛病，只好再次点头。弟子知道。苏清寒神色微动，露出一副孺子可教的满意表情。吃完饭，开始练庄功。接下来的日子，生活变得枯燥而规律，除了修炼，就是待在这片大的离谱的竹林里。虽然我和师尊住在玄天学府，但这里仿佛是个独立的小世界，安静的让人发慌。我就纳闷了，外界也太平静了吧？我拥有天阶灵脉的消息早就放出去，怎么就没有传说中的隐士大能上门抢徒弟，或者反派上门找茬？难道是没人信？也对，谁信这种犄角旮旯能蹦出条真龙啊？这2个半月，我只见过一个活人，特被师尊称为木仪的温婉女子。她看我的眼神复杂的像是在看一道解不开的数学题。随后我就被打发走了。她也没待多久，直到2个半月后的一天，外面来人了，自称是你的族中长辈。苏清寒叫住了正要练功的我，你的父母被接到王都了，问你要不要回去看看。那就回去看看。我没有任何犹豫。苏清寒突然伸出手掌，带上这个。我低头一看，是一条雪白透明的细绳，系着一枚弯月形的温润玉坠。玉坠没见过，但这绳子，我下意识抬头看向师尊修长的脖颈，那里果然空了。接过玉坠，上面似乎还残留着一丝温热，我顺手挂在脖子上，好奇道：师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保命的东西，保命的东西。那怎么使用？带上就行。竹林外等着我的是叶家大长老。大长老，我笑着打招呼。无双啊，你可算出来了。大长老那张老脸瞬间笑成了一朵菊花，兴奋的手舞足蹈。啧啧，好小子，真给我叶家长脸啊！你是没见过，王都的消息传回去之后，其他家族那副样子，嘴大的都能塞下10块灵石了。天阶上品灵脉啊！啧啧，老夫到现在还有一种做梦的感觉。我看着他激动的样子，只好保持微笑。还有啊，我听说南天那小子当初来玄天学府，还被挡在了门口不让进去，哈哈哈，真是笑死老夫了。看看现在，那门卫还不是毕恭毕敬的请老夫进来，老老实实的在前面领路，这就是老人最朴素的虚荣心吧。我安静的听着他吹嘘，两人一路走出了很远，直到大长老指着视线尽头的一座气派宅院，那里就是我叶家刚买下来的，当坐在王都的落脚之处。你爹娘都过来了，家主暂时还在青阳城，只有老夫还有少些族人被派过来当先锋。他说着，眼神里满是憧憬。不过嘛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等你以后渐渐成长起来，叶家肯定是要举族搬迁到王都的。叶家是沾了你的福啊，哈哈！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去，宅门前站着一群人，虽然模糊，但领头那一男一女，无疑是我的父母林婉清和叶成风。我和大长老加快脚步往那边走去，然而变故就在这1秒发生。原本喧闹的街道瞬间杀机毕露，7道黑影如同鬼魅般爆发，手中的利刃直指我的咽喉，太快了，我甚至来不及眨眼。大胆！耳边一声暴喝，大长老满脸怒容，一把将我护在身后，双拳轰出硬汉7人。但这只是徒劳，接触的瞬间，大长老脸色巨变，整个人直接倒飞了出去，完全不是一个量级。大长老，我惊呼出声，远处的叶宅门口瞬间乱作一团。我娘林婉清满脸惊恐，根本不敢相信眨眼间儿子就要被杀，而我那个出了名纨绔的爹叶成风，此刻竟然脸红脖子粗，发出一声怒吼，居然想杀我儿子，都给我死！他疯了一样冲过来，但根本来不及。那7个杀手全是轮海境高阶，这阵容除了天阳境强者，谁能打？无双！大长老在地上弹射而起，睚眦欲裂，眼中却满是绝望。我也愣住了，但我没有感觉到恐惧，下意识的右手紧紧握住胸口的弯月吊坠。师尊刚给的保命符，这么快就要用了？下一刻，世界仿佛按下了暂停键，那7柄夺命的利刃硬生生停在了我身前3尺的地方，再也无法寸进半分。什么情况？我眼神错愕，不是时间静止，我的周围仿佛升起了一道看不见的透明壁垒，距离太近了，我甚至能看清杀手眼里的惊恐和懵逼。他们拼命催动灵力，手臂青筋暴起，却像是在推一座大山。紧接着，一声怒喝如惊雷炸响，好歹！声音震得我耳膜生疼，差点没站稳。死人未到，权益先至，一股浩瀚如海的恐怖灵力从天而降。那7个杀手连惨叫都没发出来，身体瞬间攻成虾米，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倒飞而出，重重砸在远处的地面上，生死不知。我眼前一花，一位浑身散发着恐怖气息的老者凭空出现。这群家伙出手倒是迅速，老者面带怒容，眼神冷冽。危机解除，爹娘疯了一样冲过来，娘一把将我揽进怀里，上下摸索检查，声音都在发抖。晨儿，你没受伤吧？娘，我没事。我摇了摇头，我还在回想刚才那一幕，那道壁垒是师尊的吊坠，还是眼前这位老者？此时大长老已经爬了起来，对着那老者深深一拜，多谢苍松老出手相助。被称为苍松老的老者摆摆手，收起怒容，笑眯眯地看向我，这小朋友就是叶晨。是的，苍松老，这就是我叶家麒麟儿。大长老连忙介绍，无双，这位是苍松老，王氏供奉，天阳境强者，这次可多亏苍松老出手相助，不然，干他娘的，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这么多轮海境高阶的杀手。木秀于林啊，天阳境，王氏供奉。虽然我觉得刚才就算他不出
出手，我也死不了。但场面话还是得说，我抱拳行礼，多谢苍松老出手相救。苍松老笑得像个邻家老爷爷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随即他眼神一冷，前段日子你们首次前来王都的途中，不是曾前后遭遇7次袭击？这几人应该就是他们背后的势力所派出来。在大长老的解释下，我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档子事。听到秦家死了6位长老，我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这些人是因我而死。苍松老递给我一张纸条，前段日子王上让我彻查这件事，叶小友出了玄天学府，给了他们机会，这才有了这场袭杀。我扫了一眼，上面写着7个势力的名字。大长老凑过来看了一眼，脸都绿了。青木宗、水一殿，这都是有天阳镜坐镇的大势力啊！单凭我叶家怎么报仇？苍松老似乎就在等这句话。他看了看我，意味深长地说道：“我来之前，王上让我转告诸位，若是叶家有意，王氏可出手解决这7大势力。这明显是送人情来了。如果是之前秦家的事，王氏未必肯动这干戈。但现在这些人当街袭杀我，那就是不死不休的死仇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心中已有决断。多谢王上和苍松老的好意了。我抬起头，声音虽稚嫩却坚定：“此等血仇，必当亲手报之，方能雪恨。”苍松老眼睛一亮，赞叹道：“好魄力，不愧无双之名。”大长老，我转头看向还在发愣的大长老，既然撕破脸了，青阳城那边不安全，通知家主尽早搬迁吧。无妨。苍松老抢先说道：“王上早已派遣一队亲卫军前往青阳城护送了，清一色轮海境9重。至于王都这边，王上很快也会安排人手。2位天阳境还不至于不要脸对小辈出手。”大长老狂喜：“多谢苍松老，多谢王上。”我无奈，这人情终究还是欠下，只能再次行礼。王氏的恩情，无双铭记于心。苍松老笑得更灿烂，摆手道：“小事一桩，小事一桩。”看他那表情，简直比捡了钱还高兴。估计他本来是想来撮合我和王氏联姻的，没想到碰上这档子事，直接送了个救命之恩。这波赚大了。3年时间，弹指一挥间，强者之路枯燥且漫长。玄天学府，翠竹精舍，9岁的我盘膝坐在地上，看着站在一旁的苏清寒，满脸怀疑人生。师尊，你确定我可以直接聚灵？经过3年的折磨，我已经长成了一个翩翩少年郎，虽然才9岁，看着却像15、16岁。放到前世，妥妥的小鲜肉一枚。苏清寒依旧仙气飘飘，人体内共有9条主脉，108支脉，其余皆为细小灵脉。这些灵脉天生闭塞，所谓开脉境，便是通过日复一日的吐纳灵气，将人体内的灵脉贯穿打通，如此灵力方能在体内畅行无阻，继而开辟灵选，将灵力存于体内。这也就聚灵境名字的由来。我一脸无奈，可是我现在才断体境9重啊，我还没开脉呢，怎么直接开辟灵选啊？这3年，师尊非让我压制境界，疯狂锤炼体魄，别人断体是千锤百炼，我这简直是亿万次锤炼。现在的我一拳下去，估计能打死1头牛，但境界实打实还是断体境。结果现在告诉我跳过开脉。苏清寒看着我，嘴角竟然微微上扬，露出了一个让天地失色的微笑。天赐神体，天道赐下的体质，自然是完美无缺的。你还不明白吗？你的灵脉天生自通。我整个人傻在原地，不仅仅是因为这个重磅消息，更是因为卧槽，师尊笑了，这也太美了吧！为什么？苏清寒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啊！哦，我赶紧收起那副没见过世面的表情，尴尬的咳了2声。嗨，师尊，那个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太听清。苏清寒眉头微皱，又重复了一遍。听完后，我猛地一拍大腿，眼睛瞪得像铜铃。卧槽，这确定不是漏洞吗？什么意思？苏清寒不解。我的意思是，天道是不是出现漏洞了？这明显不合理啊！不用开脉直接聚灵。苏清寒眉头舒展，神色淡然。人各有异，并不是什么规则漏洞，非要说的话，这也算天道垂青了。好家伙，别人累死累活冲关开脉，我直接自带高速公路，这也太爽了吧！我盘膝坐在地上，闭上双眼，强迫自己静心凝神，长吸一口气，再缓缓吐出，如此反复几次，心绪终于像止水般平静下来。我运转起混沌阴阳诀，如同往日千百次的枯燥修炼一般，开始吐纳灵气，认真感受了一番。灵气在我体内简直是畅行无阻，甚至可以说是横冲直撞。以前我还以为人人皆是如此，大家都开挂，现在才知道，纯粹是因为我天生灵脉自通，是老天爷赏饭吃。接下来要做的，就是在体内硬生生开辟出一个灵旋，将这些乱窜的灵气彻底锁住。我默默引导着体内的灵气，小心翼翼地让它们缓缓凝聚在一起，一切循序渐进，顺利的不可思议。终于到达某个临界点之后，轰的一声，一道无形的灵力漩涡在我体内彻底稳定了下来。咚咚，这灵旋仿佛是我的第2颗心脏，每一次跳动，吐纳吸收的灵气就经过它游走至身体各处。它既是泵又是库，时刻保持着我灵力充沛的状态。我长呼出一口气，缓缓睁开双眼，不用照镜子我也知道，我现在的眼神里一定充满着喜悦的光芒。3年断体，一朝聚灵，此刻我才算是真正迈出了武道之途的第一步。与此同时，玄天王宫，赵瑶吉再次来到了赵家老祖修炼的那间密室。这位老祖宗闭了200年的死关，如今虽然出关了，但对他这种老怪物来说，时间观念和常人不同，一闭眼一睁眼，可能就是1年半载。所以没有重要的事，赵瑶吉不敢打扰。什么算重要的事？如今整个玄天国内只有一件，那就是关于我的消息。老祖叶辰断体境圆满了。用了多久？3年。以他的天赋，倒也算不上很快。然而，仅仅就在第2天，赵瑶吉擦着冷汗，再次来到了密室前。老祖叶辰聚灵境，赵家老祖猛地睁开双眼，眼神里明显透着一丝迷茫，仿佛在怀疑人生。我怎么感觉你刚来没多久？你上次什么时候过来的？赵瑶吉沉默了一瞬，硬着头皮说道：“昨天。”2人对视一眼，空气突然安静，赵家老祖也彻底沉默了。良久之后，苍老的声音在密室内悠悠响起，带着一丝紧迫感：“联姻之事，好好把握。”明白。视线回到玄天王都，我家如今的叶家和3年前相比，简直是鸟枪换炮。附近的宅子被悉数买下，拆掉扩建，整个叶家的地盘扩大了数倍。虽然老爹叶
叶苍明还守在青阳城的大本营，毕竟那是祖业和根基，不能说扔就扔。但王都这边，随着大量族人迁徙，人气已经旺得不行。大门口玄金玉打造的牌匾上刻着叶府二字，豪气冲天。院墙高耸，阵法纹络隐现，两只玉狮子威严肃穆。现在的叶家已经有了豪门氏族的雏形。街道上，一座低调奢华的车架缓缓驶来，驾车的是个身披甲胄的女子供奉，眼神凌厉。车停稳后，帘幕掀开，我娘林婉清左手护着微微隆起的腹部，被侍女搀扶着下了车，对着那位女子供奉点了点头。劳烦柳供奉了，夫人不必客气。这3年，叶家靠着我师尊苏清寒给的资源起飞了，3位长老突破轮海境，年轻一代更是跟打了鸡血一样进步神速。最关键的是，有着我这个金字招牌在，无数散修削尖了脑袋想投靠叶家，甚至出现了离谱的一幕，来投靠的门客比主人家还强，轮海境一抓一大把，距临境那是最低门槛。叶家既高兴又头疼，生怕克大欺主，但这些人精明的很，他们赌的是我的未来，怎么可能现在搞事？哪怕待遇一般，只要以后等我成长起来，随手漏点资源，指点一下，那就是他们逆天改命的机会。就像这位负责保护我娘的柳供奉，轮海境9重的高手，也是因为是女性才抢到了这个贴身保镖的位置。我娘脸色红润，气态温和，显然这几年过得舒心。母凭子贵，有我这么个妖孽儿子，他在叶家的地位无人能撼动。夫人好，见过夫人。一路走过，门客下人恭敬行礼。等我娘走远，那群婢女顿时炸开了锅，兴奋的脸红。哇，夫人真的好和善啊，居然还冲我点头回应了。就是，陈小少爷可是天阶上品人脉，这样的资质就连王氏都要巴结我们叶家，那可不，即便放眼整个大陆，都不会有比陈小少爷还厉害的天才。我要是有个这样的儿子，绝对鼻孔朝天走路。听说夫人原先也是婢女出身呢，真的假的？你可别造谣啊，小心被赶出叶家。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呀，我也没见有什么避讳。以前二少爷可花心了，天天不务正业，流连青楼，现在也开始转性了。嘿嘿嘿，他以前冷落过夫人吗？现在哪里还敢去招惹别的女人？要是以后我能被陈小少爷看上就好。咦，这还是白天呢，怎么就开始做梦了呀？等陈小少爷长大，你就不是小丫鬟了，而是老嬷嬷。你们两个，哼，20多岁能叫老吗？说不定陈小少爷就喜欢年纪大一点的呢。咦，不知羞，我娘回到了住处，那是叶家位置最好的院落，老树下。我爹叶成风正躺在靠椅上晃悠，听到动静，立马像弹簧一样蹦起来，跑过去小心翼翼地扶住我娘。夫人回来，慢点，注意脚下。我娘忍不住笑了，我是怀孕了，又不是不能动。再说了，我虽然没有专心武道，好歹也是开麦境，身体不会有问题的。我爹坚持扶着她坐下，嘴里念叨着小心无措，小心无措。没错，他们确实在练小号，原因很真实，还是因为我。谁让我天赋太妖孽了呢？叶家那群老长辈一看，哎呦，叶成风这小子血脉行啊，不能浪费，得多生几个。万一再生一个有我一半优秀的，叶家不就稳了吗？于是，在各方催生大队的压力下，我爹也觉得自己可能真有特殊的种族天赋，两人就开始了没羞没臊的造人计划。这不，刚怀上2个月，这孩子出生的比我小10岁。你说王后也是，明知道你怀孕了，还3天2头找你进宫闲聊，不知道你需要静养吗？我爹在一旁抱怨，我娘无奈摇头，还不是联姻那事。哎，这当爹的当爷爷的，一个个都说做不了主。听说王上还在苏仙子那里吃了闭门羹，没办法了，只好从我这个当娘的这里开始吹风。王后和我都是女人，好交流些。王氏那个小公主我倒是挺喜欢的，这次去还见着了，比晨儿大1岁，长得亭亭玉立，惹人疼爱，也很懂事。听说资质也不差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我还真能做主吗？苏仙子那里我又不是没去过，回来之后你们不是更拿不定主意了？虽然嘴上抱怨，但我娘眼角的笑意藏都藏不住。儿子优秀到连王氏都上赶着送公主，当妈的能不骄傲吗？说起这个，我爹突然问道：“你当时去见婵儿的师尊，他到底是怎么回复你的？”我常年在学院修炼，很少回家。上次我娘来看我，其实就是带着任务去探探我师尊苏清寒的口风。我娘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耐着性子复述：“这个不是都和你说过好几遍了吗？当时虽然是在闲聊，不过苏仙子性子清了，话比较少，基本都是我在说。我就告诉他，王氏有意将小公主嫁给无双，但是叶家不敢擅自做主。苏仙子作为无双的师尊，这种事情应该问过您的意见。然后苏仙子就说，娶妻之事应当等无双长大之后自行做主，不宜过早定下婚约。苏仙子还说，我虽为无双师尊，但娶妻乃个人私事，倒也不必问我。我娘喝了口水，继续说道：我回来之后就把这些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你们，结果你们一个个只能听见那句不宜过早定下婚约，又想和王氏做亲家，又不敢做决定，真的是。我爹摇晃着手指，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。你不得，无双的师尊何等人物，王上想要见一面都不得，更是有底气收下无双这样的妖孽。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深意的，多多揣测才是正道。我娘看着这群过度解读的男人，只觉得无语。你妈就是爱多想，苏仙子都说得很清楚，这种事情她不关心。再说了，无双娶妻这种事，她作为师尊有什么理由反对？她又不是话说到一半戛然而止，她又不是什么。我爹疑惑地看过去，没什么。我娘摇了摇头，似乎在驱散某个荒谬的念头。刚才是我想岔了，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女人的第六感让她心里直犯嘀咕。毕竟最不可能的事，往往最接近真相。见我爹还要追问，我娘赶紧岔开话题。我没事，只是突然想起苏仙子还和我聊起过若雪的事。慕容雪，我那唯一的未婚妻，这是怎么没听你提起过？我爹眉头一皱，瞬间打断，当时闲聊而已，又不是什么大事。我也是和你聊到这里才想起来的。
我爹的神色瞬间严肃起来，仿佛抓住了什么关键线索。苏仙子连王氏都毫不在意，我叶家之事更是从来没有问过。你刚才也说了，苏仙子性子清冷，话比较少，她怎么会无缘无故和你聊起秦家之事？他扶额苦笑，你这真的是……我娘也愣住，细细一想，好像是有点不对劲。当时那种感觉太复杂了。我爹在院子里来回踱步，思考了许久，最后停下脚步，眼神有些呆滞，嘴里低喃出一句随风消散的话。既然如此，只好委屈一下秦家了。镜头一转，清晨的阳光洒在我身上，我手持长剑，正在练剑，剑身划出优美的弧线，步伐灵活，汗水挥洒。这时候，我并不是在单纯的模仿招式，而是在听师尊苏清寒的教诲。兵器外物也，在掌控兵器的同时，却也要将它想象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。凝神于剑，身随心动，剑随心走，一招一式都不应拘泥于刻板的剑招，每一次出剑都应该是你意志的体现，如此方能真正做到人剑合一。师尊的声音空灵而入耳，我放缓动作，开始思考，凝神于剑，身随心动。慢慢的，我进入了一种忘我的状态，剑招不再刻板，反而像是在跳舞，但每一剑划过空气，都带着一种奇特的韵律。师尊眉头微皱，似乎发现了什么不对劲。这时剑意怎么可能？这一刻，连向来淡定的苏清寒都变了脸色。要知道，就算是破虚境强者，也不一定能掌握一举，顶尖天才也要到天门境才有可能。而我9岁距灵境，这就领悟剑意了，这简直不讲道理。这小家伙好恐怖的悟性。师尊心里震惊，但没有打扰我。我沉醉在这种玄妙的感觉里，许久之后才停下来，一脸兴奋地看向师尊。师尊，我感觉我好像学会了什么东西。师尊很快恢复了平静的高人风范，淡淡开口：“那是剑意，意境的一种。意境是一种奇特的力量，是武者意念与境界的体现。只有悟性极高者才会在偶然迸发的触动中领悟意境，同时意境也是领域的基础，是领域的前身。例如，你的剑意日后不断领悟发展下去，就会演变成剑域。领域是领域境强者的标志，也是突破此境的必要条件。”我懂了，疯狂点头。我感觉领悟剑意之后，每一次出剑威力都变大了许多，这是自然。剑意威力极强，本就不是摆设。师尊看着我，开始拿我当例子教学。一个低境界的武者可以实现越阶挑战，答案很简单，必须要有比对方特殊的地方，或是特殊的功法武技，或是特殊的体质天赋，又或者强大的灵气等等。意境自然也是越阶战斗的仰仗之一。就像体质天赋强大，修炼圣阶功法，同境界中本就含有对手。你在断体境锤炼3年，磨练到了极致，现在又领悟了剑意。虽然你才距灵境1重，但全力爆发之下，一剑可斩距灵9重，匹敌轮海境也不是不行，还需多多磨练战斗意识。卧槽，我这么屌的吗？我被夸得有点飘了，嘴角忍不住上扬。师尊看了我一眼，觉得有必要给我降温，于是不紧不慢地泼了一盆冷水。当然，你的缺陷也十分明显，那就是缺乏战斗意识。我兴奋的表情瞬间凝固，赶紧战之挨训。若是你现在遇见一个对手，你可以想象成镜像的自己，这个特殊的你拥有你的一切，且他经历过许多战斗，无数次从死地中逃亡，战斗意识阴狠老练，意志坚韧难摧。遇上这样一个对手，你有几分胜算？听到这，我头皮一阵发麻，这特么我不包死吗？这集贸优势没有，我还打个锤子，你以为拍电影呢？我上去大喊一声，不要小看我们之间的羁绊，混蛋！然后一拳就给人家干翻了。我越想越汗流浃背，不对劲，我这情况怎么越看越像小说里给主角送经验的天才反派，有天赋，有实力，有背景，一出场逼格拉满，然后因为缺乏实战经验，被草根主角反杀，踩着我的尸体扬名立万。卧槽，越想越像。师尊看着我那一脸如临大敌的紧张样，嘴角微微勾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弧度，安慰道：“当然，你才9岁，本就应当侧重修炼。我说这些是想让你居安思危，不可盲目自大，但也无需妄自菲薄。”我脸色稍微好看了点，点了点头，但心里已经暗暗发誓，一定要补齐这个短板。师尊没细说怎么补，但我知道战斗意识这玩意儿，说白了就是肌肉记忆和脑子转得快。天阳境以下还得拼招式，天阳境以上那就是神仙打架，拼意境，拼大招，拼跑路速度，谁还跟你一招一式的墨迹？师尊故意不说透，就是想给我压力，有压力才有动力嘛。境界的修炼对你难度不大，倒是不急。今后将重心转移到感悟剑意上面，这才是重中之重。弟子明白，今日所言，你需牢记于心。最大的敌人永远不是他人，而是自己。如何战胜自己，今后时时思考，这需要你自己去寻找答案。弟子谨记。二少爷去哪里了？我娘林婉清正在院子里摆弄花花草草，突然想起我爹那个不着家的人，随口招来个婢女问道：“二少爷回青阳城了？”婢女恭敬地答道：“我也得亏当时不在场，不然听到理由准得头疼。据说是因为族人迁徙王都琐事太多，家主把我爹叫回去帮忙，理由倒是冠冕堂皇。二少爷说夫人正怀着孕，些许小事不必惊扰您。但我爹叶成风那以前纨绔惯了的性子，能有什么本事帮忙？这点我亲爷爷叶苍明最清楚，怎么可能把他叫回去？你怎么回来了？”看着突然从王都跑回来的儿子，我爷爷叶苍明也是一脸懵。我爹叶成风折扇一合，神色竟然震惊了几分。这次回青阳城，确实有事要和爹您老人家商量一番。哦，爷爷眉头一皱，王都那边出什么事了？王都的破事多着呢，但都牵扯不到我叶家身上。我爹摆了摆手，随即抛出了一颗重磅炸弹。我这次回来是为了无双的婚事。爷爷眉头舒缓，还以为是好事。王氏又提联姻一事了，我不是说了，这种事情拖着就好了，等无双长大了，让他自己做主就好。但我爹摇了摇头，盯着老爷子，一字一顿。我这次回来是为了秦家。你说什么？逆子！大厅外，叶家侍卫被这吼声震得差点耳膜穿孔，赶紧装聋作哑。厅内，爷爷气得脸色涨红，指着我爹鼻子就骂：“你说什么？你要解除无双和若雪的婚约？混账东西！你怎么能说出如此没良心的话来？当初为了保护无双，秦家足足死了7位长老，这才过去几年，你就想过河拆桥？你还是个人吗？没有秦家，你以为叶家能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？”旁边的桌子瞬间遭殃，碎了一地。我爹显然被这童年
眠阴影下的够呛，咽了口唾沫，连连抬手：“爹，您听我说完啊！”还好旁边的轮海境九重供奉上来打圆场，爷爷这才勉强压住火气，怒喝道：“说你的狗嘴里最好能吐出几句人话，否则今天我非打断你的狗腿。”接下来就是我爹那套歪理邪说输出了，他居然搬出了我的师尊，那位神秘莫测的苏仙子。所以我觉得对于无双的这桩婚事，苏仙子肯定是有所看法，而且极大概率是不满。我爹这口才也是绝了，硬是把揣摩圣意这一套玩得明明白白。他说苏仙子没明说是不在乎，但我们叶家不能不当回事，毕竟我现在全靠这位神仙罩着。爷爷沉默了，伴君如伴虎，在他们眼里，天阳镜就是神，苏仙子更是神上神。假设你都猜对了，爷爷艰难开口，可是苏仙子到底为什么会对这门婚事产生一丝不满？我爹两手一摊，谁知道呢？也许他对无双有所安排吧，以后娶什么大势力的贵女之类的，又或者觉得这小地方的女子配不上无双。说到这，他还不忘踩一脚秦家内幕。说起来也是，若雪的天赋虽然在青阳城上口，但想突破到天阳境基本不可能啊。而无双呢，她以后的境界我们是难以想象的，注定寿元悠久，让她娶一个寿元不过200年的女子，确实也是一件残酷的事。哎，这一番话终究是动摇了老爷子。虽然爷爷最后还是嘴硬说不行，但我爹看出了他的犹豫。我爹这回倒是展现了惊人的执行力，直接撂下一句：“反正我已经想好了，你不愿意去，我自己去。到时候我一个晚辈上门说这种事，只怕秦叔的面子更不好看。”然后也不管爷爷怎么拍桌子，他直接拂袖而去。3天后，爷爷还在犹豫，我爹却已经站在院子，望着天际，一副背负骂名的悲壮模样。苦一苦秦家，骂名我来担。等到爷爷反应过来想去追的时候，我爹都已经到秦家门口了。算账时刻到了，秦家大厅，慕容雄，也就是慕容雪的爷爷，看着我不请自来的亲爹，本来还挺客气，结果听完来意，茶杯当场就被捏爆了。你说什么？叶成风，你可还有点良心？当年若不是我秦家相助，你儿子早死了。你以为你叶家还能有今天吗？做梦！现在这才多久，你居然就想退婚？过河拆桥也太急了点吧！秦家长老们拍而起，怒不可遏。我爹身后的供奉散发出轮海境9重的威压，场面一度剑拔弩张，一个唱白脸，一个唱红脸，可真是演得好啊！慕容雄冷冷开口，任由茶水滴落。叶苍明呢？派你一个小辈上门，怎么敢做不敢当吗？我爹硬着头皮顶上去。在秦叔面前，我自然是小辈，但我也是无双的父亲，他的婚事想来我是有权做主的。他甚至还说了大实话，表示这是他个人的主意。秦叔息怒，请听小侄说完。我爹继续他的那套理论，我想解除婚约不简，但叶家无意行过河拆桥之举，只要秦叔愿意，两家可另择适龄子弟联姻。说真的，为何非要将若雪嫁给无双呢？您是知道的，以无双的天赋，日后注定寿元悠久。而若雪，不客气地说，即便不缺资源，她能突破到天阳境吗？将这两人强行放在一起，对双方岂不都是煎熬？这话太伤人。慕容雄直接甩袖，笑话，你以为婚约是儿戏吗？我想听明白了，不就是觉得我家若雪配不上叶晨吗？何必找这么多冠冕堂皇的借口？不就是为了维护你叶家的面子？又作又当，简直可笑。就在这尴尬到极点的时候，正主来了。爷爷，清冷的声音传来。慕容雪出现在门口，那年她才11岁，却已经清冷的像冬天的雪，眼神宁静的仿佛没把任何人放在眼里。她要了婚书，在所有人疑惑的目光中，她接过去，语气平静的可怕。叶晨觉得我配不上她。下一秒，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，她白皙的指尖竟然窜出一抹青白色的火焰，那是灵力外泄。11岁的巨灵境，全场都傻了眼，连我爹都感觉一股凉气直冲天灵盖。婚书在火焰中化为虚无，我却也未必看得上她。慕容雪扔下这句话，转身就走，连正眼都没瞧我爹一下，那背影那是相当的潇洒。爷爷这时候才火急火燎的赶到，刚好和慕容雪擦肩而过，只能看着满地狼藉，听着慕容雄的大笑声，哈哈哈哈！我就知道我秦家子弟绝不会做他人附庸，婚约又如何？从今往后，秦叶两家互不相欠，再无任何关系。这事之后，慕容雪在房里的一番自言自语，要是被人听见，估计得吓死。牛皮吹得有点大了，天阶上品灵脉，也不知道那小家伙究竟是何体质。这份天赋就是前世的我，也不敢说稳胜啊。原来他是女帝重生，手握古圣器，正在修一门只练精神力的积累功法，准备这一世渡劫成圣。他原本并不在意这婚约，但既然我爹上门打脸，他也就顺水推舟撕了婚书。我慕容雪绝不甘为人妻，这一晃就是6年。呼，我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，睁开双眼，压制不住了。3、5天之内，人花就要凝聚成功了。这话要说出去的气死人，别人做梦都想突破的天阳境，我在这拼命压制9年了。这9年被这破功法折腾的死去活来，终于要熬出头了。想到突破后的某些好处，我嘴角忍不住上扬，但随即我的眼神冷了下来。不过有些事情也到了算账的时候了，当年的账该找那7大势力算算了。我起身去找师尊，苏清寒依旧是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，怎么还没突破？我答道，我想试试以轮海境的实力剑斩天阳。当年袭杀我的势力里有天阳境坐镇，我要拿他们祭剑。师尊只是微微颔首，既如此，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吧。强者从不是光靠苦修就能成就的。玄天学府里，我一路走过，叶师兄、叶师弟，好久不见啊！现在的我可是这里的传说，只要我略微出手，就是这群天才的极限。我抚摸着师尊刚给的空间戒，心里直犯嘀咕：100万上品灵石当零花钱，还有地阶灵气和救命圣药，师尊这是要放养我啊！正想着，前方出现一道清冷绝美的身影，慕容师姐好！我脚步一顿，这女子气质竟然只比师尊差一点点，而且我居然看不透她的境界，甚至隐隐感觉到了威胁。哪里来的怪胎？她经过我身边时，似乎不经意地跟我对视了一眼，嘴角微扬，眼神莫名，
周围的窃窃私语钻进我耳朵。慕容师姐刚才好像笑了哎，嘻嘻，你也不看看那个男生是谁？那可是无双师弟，无双师弟可是他的未婚夫呀。嘘嘘，这都什么时候的消息了？叶家都已经上门退婚了啊？怎么会？慕容师姐现在都已经是巨灵境巅峰了，天赋高也要看和谁比。无双师弟的天赋多变态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叶家看不上秦家，再正常不过。我瞬间反应过来，这是慕容雪，我的前未婚妻退婚，什么鬼？我这个当事人怎么才知道？那一刻，一股浓浓的荒谬感涌上心头。退婚流，神秘实力，坏了，我不会成反派了吧？回到叶家，无双少爷回来了，家里顿时热闹非凡。到了大厅，爷爷叶苍明笑得合不拢嘴。无双怎么回来了？好小子，有段时间没见了，长得越来越俊了。我笑着打招呼，爷爷又转身看向我娘。最后我抱起那个扎着羊角辫的小丫头，在我亲妹妹叶瑶儿脸上狠狠亲了一口。哎呀，灵儿，有没有想哥哥呀？小丫头呆呆的回，想。一家人其乐融融，聊着这几年叶家在王都的发展，但我心里装着事儿。我在路上听说家里去秦家退了我和若雪的婚约，这句话一出，大厅瞬间安静，爷爷脸上的笑容僵住，我爹叶承宗的脸色更是精彩纷呈，众位长老也都看向我爹，显然大家对这事儿都有意见。可我爹尴尬的咳嗽一声，此事是为父主张的。我看着他没说话，沉默良久，我才开口。9年前的那个深夜，爷爷背着我逃跑的场景，至今仍不敢忘。爷爷眼神一暗，我继续说道：联姻之事因我而始，也当因我而终。退婚之举是我叶家不义在前，我会回青阳城登门致歉。听到这话，长老们一脸欣慰。紧接着我话锋一转，对了爷爷，我这次回来是为了另一件事，当年对我们2家下手的那7大势力，现在到算账的时候了。什么？爷爷猛地抬头，震惊地看着我。长老们纷纷劝阻：无双啊，现在报仇是不是太早了点？是啊，那7大势力在整个玄天国都是赫赫有名的，特别是那青木宗和水一殿，据说都有天阳境强者坐镇的。他们觉得叶家还太弱。爷爷看着我，声音都颤抖了。无双，难道你已经突破到天阳境了？整个大厅瞬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，所有人都被爷爷这话惊得心神一颤。本来正在惬意闲谈的人们，目光唰的一下全都落在了我身上，眼神里写满了难以置信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才15岁啊，怎么可能突破天阳境？再变态的天赋都做不到。虽然大家心里觉得离谱，但这莫名的兴奋与期待感是怎么回事？众人不由紧张起来，一个个小心翼翼地看着我，等待着回答。可惜我平静地摇了摇头，还没有。不过也没什么区别，只要我愿意，随时可以突破。听到这句话，众人眼中的期待顿时消散，心中反而松了一口气。就说嘛，我要真是天阳境就太离谱。天才这个词都是在侮辱人，以后简直就是妖孽的代名词。爷爷倒不怎么失落，毕竟他自己也觉得刚才的想法属实有点异想天开。他继续问道：你现在是什么境界？我近几年少有露面，除了朝夕相处的苏清寒，还真没人知道我的底细。面对爷爷的询问，我也不遮掩，直接摊牌：轮海境9重。场间众人齐齐倒吸一口凉气。如果说刚才不过是爷爷脑子抽了，一时的异想天开，那么现在则是真正的传奇照进现实。15岁的轮海境9重，简直闻所未闻，小说话本都不敢这么写。不愧是天阶上品灵脉，好恐怖的修炼速度。照这样下去，无双突破天阳境用得了几年？太变态了！爷爷也不禁心生感慨，自己修炼了大半辈子，居然还比不上孙子修炼9年。人跟人真是不能比啊！无双，何必急这几年？等你突破到天阳境，再去报仇岂不合适？爷爷试图劝我，摇了摇头，现在就是最合适的时候。爷爷放心，我既然提出此事，肯定是有把握。开玩笑，我就是想要拿那2个天阳境试试剑的。再过几年，我都不知道自己强到什么地步，报仇还有什么难度？看到我平静而自信的样子，爷爷点了点头，不再多说。轮海战天阳，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，挑衅强者可是要丢命的。也就我天赋异禀，年轻气盛，敢说这么狂傲的话，换了其他轮海境，在天阳境强者面前，那就真的是孙子一个。爷爷心中暗暗摇头，不过想到有苏清寒在，他也就不担心我的安危了。也好，借此机会让我经历一番挫折，变得沉稳一些。10几日后，我们一行11人回到了青阳城。这一趟随行的都是老熟人，爷爷还有当年那9位长老。当然，此刻他们已经全部突破到轮海境，不过这点实力在那7大势力面前可根本不够看。我也没打算让他们出力，只是让他们跟着见证一下，毕竟他们当年都是亲历者。一行人直奔秦家而去，守门的2位也是老熟人，一眼认出了爷爷，面无表情地说道：叶家主，请稍待片刻，已经有人进去通报，自从父亲上门退婚之后，2家关系就彻底淡了下来，许多秦家人视叶家为小人，十分敌视。爷爷自觉有愧，2家基本断了来往。没过多久，就有人领着我们入内，向主厅走去。大厅内，慕容雄和秦家长老们安然就坐，见到我们进来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慕容雄冷冷地说道：两家早已没有任何关系，叶家主还来做什么？说话间，他打量着我们这一行人，直到目光落在我身上时，他明显一愣，旋即明白这是谁。爷爷叹息一声，自知不受待见，便侧开了身子。我向前一步，抱拳朗声道：无双见过慕容爷爷啊，这就是那位传说中的天才叶辰。秦家众人来了兴趣，目光都转移过来，审视打量着我。毕竟过了将近10年，只有细细打量之下，才能依稀看出几分当年的影子。慕容雄依旧面无表情，不做回应，我也不在意，继续说道：此番登门只为2件事，其一，当年我父一时思虑不周，冲动之下酿成毁事，致使2家关系破裂至此。如今再提，虽无意义，但我作为当事人，理应登门致歉，了结此事。说着，我深深鞠了一躬，手指在空间界上一抹，一个盒子出现在手中。9年前我尚且年幼，但慕容爷爷带领众位长老阻拦强敌的场面，至今印象深刻。秦家因此死伤严重，我也十分悲痛。
所谓赔礼道歉，这道薄礼不敢说是补偿，但请慕容爷爷务必收下。按理说，如今叶家势大，上门退婚之后还给赔礼，怎么看都有羞辱的意味。但我言辞诚恳，句句发自肺腑，就连慕容雄也不禁动怒。如此俊杰，只可惜不是秦家子弟。慕容雄沉默良久，最终叹息一声，摇了摇头。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但我说过，两家已经互不向前，赔礼什么的就免了吧。我没有说话，而是直接将盒子放在了旁边的桌子上，然后再次开口，抛出了重磅炸弹。无双这次回来的第二件事，便是为了当年那7大势力。闻言，慕容雄眼中瞬间爆发出摄人的光芒。若要问谁最恨那7大势力，毫无疑问就是他。当年叶家没损失，可他秦家足足死了7位长老，这份愤怒与愧疚几乎要将他撑爆。可惜实力差距太大，报仇遥遥无期。如今我主动提起复仇，他怎能不激动？慕容雄一扫刚才的冷漠，眼神凌厉地看向我，沉声问道：“你有把握？”我点头回应：“既然提起，自是有把握的。让那些人多活了9年，我都怕他们老死。”慕容雄不再多问，需要我做些什么？我摇了摇头，您要做的就是跟在我的身边，见证这一切，亲眼看着当年那些人哭喊哀嚎，用他们的命祭奠当年死去的众位长老。当年的袭击，包括后来王兜的刺杀，证明这绝不是某个人的想法。7大势力没有一个是无辜的，道理是这个世界最大的笑话，唯有实力才是真理。我走后，慕容雄依旧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，他恨不得现在就杀上7大势力。咦，有秦家长老这才注意到桌子上的盒子，走过去好奇地打开，顿时浓郁的丹香扑鼻而来，3枚带着淡紫色纹络的丹药静静地躺在里面。秦家长老惊呼出声：“这是父子灵丹！”什么？慕容雄瞬间清醒，身形一闪来到桌前，瞳孔猛地一缩，真的是父子灵丹！父子灵丹，玄阶中品，能增加轮海境突破到天阳境的几率，哪怕只有1成，也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至宝。慕容雄深吸一口气，压制住内心的激荡，好大的手笔，一出手就是3枚。看着众人眼中露出的渴望与贪婪，他冷声喝道：“收神！”一个个连轮海境9重都遥遥无期，就已经开始打天阳境的主意了。众人被呵斥惊醒，面露惭愧。慕容雄沉声道：“这3枚父子灵丹很简单，日后谁有机会突破到天阳境，就可服用1枚。没人有那个本事，就一直留着，留给我秦家后代的天才子弟。3日之后，金山宗，这是7大势力中距离青阳城最近的一个。这金山宗倒也名副其实。”我停下脚步，抬头看去，远处的山峰顶部，一座殿宇在阳光下反射出灿烂金光。这次随行的只有区10余人，都是当年的亲历者。秦家众人虽然惊叹我如今的境界，但依旧疑惑该怎么报仇。毕竟金山宗轮海境众多，光靠我们这几个人怎么打？不过看我这闲庭信步的样子，他们也只好选择无脑相信了。走到山门前，2个金山宗弟子上前呵斥：“前方乃我金山宗山门，来者何人？报上名来。”我淡淡开口：“叶家叶晨，金山宗山顶殿宇，宗主厉苍穹正在修炼。”突然被闯进来的长老打断：“宗主不好了，叶晨来了，现在已至我宗半山腰处的广场。”什么？厉苍穹猛然一惊，叶晨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？他太清楚，这是来报仇的。他连忙问：“来的有多少人？实力如何？有没有一个看起来绝美无比的女子？”他最怕的就是我那位神秘师尊。长老摇头：“来了10几个人，都是男子。”叶晨看不出深浅，其他人大多是轮海境出阶，没有女子。厉苍穹松了一口气，既然那个杀神没来，那这小子就是送上门的肥肉。年轻人就是气盛，胆子大。厉苍穹眼中闪过凶光，召集所有长老执事，随我前去会一会他。半山腰的演武广场上热闹非凡，金山宗弟子们还在操练，完全没意识到我们这群人是来索命的。无双，注意到没有？好多小姑娘正在偷偷看你。爷爷笑呵呵地说道。我对此毫无波澜，没办法，长得帅是原罪。一旁的慕容雄冷哼一声，看着那些金山宗弟子感叹道：“大宗门子弟就是不一样，秦家子弟差远了。”正说着，远处传来一阵大笑声，哈哈哈！叶小友，久闻不如一见啊！来我金山宗，怎么也不提前告知一下呢？一群人浩浩荡荡走来，为首的正是厉苍穹，身后跟着近100名长老执事，阵仗极大。这动静引得周围弟子纷纷侧目，议论纷纷。厉苍穹满脸堆笑的来到我们面前，我神情淡然，平静开口：“你是哪位？”厉苍穹愣了一下，随即笑道：“在下金山宗当代宗主厉苍穹。”我微微颔首，没找错人就行。右手抹过空间界，我缓缓抽出一柄长剑，那是苏清寒赠予的地阶下品灵器。厉苍穹的笑容瞬间凝固，什么意思？场面话都不说，直接亮兵器。一位金山宗长老怒喝：“放肆！叶晨，你还想动武不成？这里是金山宗！”周围弟子瞬间炸锅。卧槽，这少年是叶晨，当年那个天才，这是来报仇的啊！厉苍穹面色阴沉下来，叶小友，这是何意？我神色冷淡，当年派人袭杀我一事，司徒宗主忘得一干二净，血债还需血偿。今日便是金山宗从玄天国除名之时。厉苍穹压着火气，这是令师的意思吗？你确定要于此网破？我轻笑一声，怎么怕我师尊？放心，他今天没有跟过来。还有于此网破，你也配？话已说穿，厉苍穹不再伪装，眼中凶光毕露。既如此，就凭你身后这些歪瓜裂枣，也想让我金山宗除名，简直痴人说梦。话音刚落，厉苍穹一掌探出，带起阵阵劲风直击我面门，身后众多强者也猛然爆发冲来。爷爷刚想迎战，我动了，手中长剑看似缓慢的挥出，好慢的剑，这是爷爷的第一感觉。然而下一秒，耀眼的剑光瞬间炸裂，不对，那是残影。爷爷猛然看去，只见剑光闪过，厉苍穹的动作戛然而止，没有惨叫，没有挣扎，厉苍穹脸上的表情还停留在上一秒的狰狞与不屑，但眼中的生机已然断绝。轰咚，他的尸体重重倒地，发出一声闷响。一剑轮海境9重的厉苍穹直接毙命。爷爷等人猛地倒吸一口凉气，那些刚才还跟着冲锋的金山宗众人，此刻脚底板像是生了钉子，死死刹住，惊恐地向后倒退，看着我如同看着一尊死神。